你看看都烤成腰圆似的啊！哎，嘿啊，这切的那个渣都掉下来。我们做什么都得规矩，哎，有的就胡乱蒸，这个特别规矩，就不一样了。哦，就这烧饼啊，我们谁也没敢切呀，做出来怕不行。没有啊，必须等您来。今天呢，就根据这个现有的条件啊，就让网友们呢能在家制作。得嘞，现在开始，哎，我们把这个半斤的面粉啊倒入这里头，搁在中筋面，4克的酵母，2克的泡打粉，20克的白糖搁在里头。那么热的天气就搁凉水就可以。好，冬天呢可以搁点温水。温水，我们这水呢搁的是150克，不能一次加满。有的这个面粉呐，干湿度也不太一样。这个王叔呢，啊，在这个行业里边是正经八百的国宝级大师。在《舌尖3》里边有王叔的镜头。大爷，您知道吗？为什么我跟王叔非常亲知？为什么啊？王叔跟我师傅一个单位。对，哎，以后你就别当大爷了，大爷这儿有了，你拍2大爷。把这个面和好了之后啊，咱们就醒一会儿，15分钟。主要的关键得有酥层，对，就必须得烫如酥。开酥了都是用酥油是吧？对，这个就行了，稍微晾一晾啊。哎，油哎，看这油，哎，倒在里头。这时候呢，哎，再和，哎，慢点啊，哎，到这个程度就行了。哎，这个呢拿过来呢，咱们就揉，刚才不太光揉，对，哎，这个一定揉滋润了。其实有好多面都必须得2次，对，稍微再等一会儿，等一会儿，马上就开始了啊，醒10分钟。什么都在醒，对，不管蒸馒头啊，其实这个过程很重要。哎，这过程大家一会儿看啊。这个醒的差不多了，哎呀，好，那这个面长起来了啊，长起来了。勾着干面，哎，咱们给它开肠，越擀的薄，层次不就越多吗？对，哎，这样呢。我们做什么都得规矩，对，别给弄成这个大，这弧太大，对，不好看。已经擀成这样之后，把这个油酥抹上啊，抹匀，啊，要有刮板要好了，哎，要一下就刮平了。刮匀完了之后，撒点干面，哎，这也是一个小技巧。它吸收点这个油，第二呢，层次更清晰了。这样弄完了之后。哎，就起这儿开始卷，你看啊，卷的时候呢，蹬点啊，蹬点词儿更多啊。哎，为了让它词儿更清晰，咱们就蹬着卷。你看啊，忌口让它在底下啊，一定要让它拍一下啊，都弄好了，翻过来啊，手这朝上，哎，把这个掐上，哎。排成队，哎，有的就胡乱蒸啊，这样养成的毛病就不好。切也不行啊，哎，是吧？忌口朝上，一会儿你操作也好找，不给你找麻烦。这个就是忌口啊，忌字的口啊。我们做的时候要这样，哎，给它弄好。你看，把这个收好口，你看这样就行了。你看，哎，一个啊，如果不找这忌口啊，你给搁外头。就脑门子就开了啊，崩了！一定把这个口3个口，哎，都给它演到中间，哎，表面哎光滑的，哎，收在一起，这才行啊。跟那挤饺子似的。哎，对。我发现大爷一来，大爷就是歇菜。我在耐心的学习呢，你看看。不光网友都学东西，我们也学了好多啊！回去王叔，这回去我就能做了，但是没您做的好，我也能照猫。照猫不是照这词儿用的不大啊！比着葫芦画瓢，那叫这根话掐了啊！这个在家这个要做特别好做，愿意弄咸的呀，撒些椒盐也好吃啊！哎，一定要擀成腰圆式的啊，腰圆式的饼。要你们越喜欢圆的也行，这个就是好看。这个网友要好好照您这学啊，真能学会。没问题，这没问题，这回去就能立竿见影啊！这个整个的坯子弄完了，刷蛋液，我们是刷
全蛋液，要这个颜色感好看。这样做完了之后呢，我还告诉网友们一定要把这个粘上，也一再告诉我们徒弟，有的时候蘸上就直接搁了。这时候就滋滋啦啦的，看着表皮就不好看。对，知道。我们一定要把这个研一下，你看，在这儿研一下，特别平，这个特别规矩，就不一样了。就这点，就这一动作要师傅要不给讲这个我劝大家呢，不管做什么都得做细。你看，这个是生芝麻，而且烤的还这芝麻还容易掉。对，你看这个特别平整。大小均匀，这样就行了。看着那么薄，一定让它长起将近1倍来。再去烤，要进50度的温度的炉温。有点醒着。行，这有50度，行。大家看一看醒了10几分钟之后，长起来了，已经长起来了。在醒发的这个当中，就不能乱磕了。如果啪这一磕，它蹲下去，就再不起了。一会儿把这个炉温升到250度，底火呢，咱们可以搁220、180也行上火呢，搁250，这个因为小的就230度。230呀，会不会影响啊？它就是上颜色慢呗，不能让它抗干了。对就是急火让它快烤。颜色金黄色，吃起来特别外头酥，里头绵软。一定这个温度得升上好了。好，230度，好，15分钟到20分钟，15分钟吧。如果要真火急看着有颜色了就好了，就 OK 了。因为它是发面的东西，特别柔软。王叔，我给您盯着，芝麻金黄，好，没问题。行，一个给它敲敲都冻上了。你看看，都烤成跟腰圆似的中间来一个，好吧，切一个，一尝尝，哇，外边不是酥吧？里边绵软。这个做完了之后搁1个星期，拿那个喷壶喷点，咱们再续一下，还照样跟这一样。让网友看看，你看酥不酥？这个特别的酥，你看看，这一切这个就渣都掉下来。各位网友今天那个做的这个酥层烧饼，这几个关键，得弄好。对，一个是烫好油酥，一定要擀的均匀。蘸芝麻时候一定要研平。你看看这特别整齐。对，关键的时候一定要把它醒发好，醒起来再进行烤。如果醒起来完事一颠呢，它就不再起了。对，所以这几个环节，希望网友们特别注意。还有什么要求？还有什么希望？今后跟我们说。作为我们来讲，我们只知道好吃，但是呢，我们确实没有资格评价王叔，只有膜拜了。刚才也感谢您，祝您老健康长寿。好，谢谢。哎呦，说一天能给30块钱，一天给30块钱，我特别的高兴。但是这个任务，这个活交给我了，我觉得我也有压力，也有难度。为什么？我是一个初中的毕业生，我没有受过高等的教育，因为我父亲对我的希望值是挺大的，他曾经教育我就是学好数理化，走遍天下都不怕。我上学呢，我对数学、物理。包括化学，应该说在我们学校的年级里边，前10名。上班以后呢，我还带着我的数学书，数学本儿。我想有机会呢，还应该考一个高中上个大学呀，因为这是我父亲对我的希望。当时我刚是25岁，我就觉得我在饭店里边干的各种工作我都能干，但是我说当个老师也没什么不可以等我第一天去的时候，把我吓坏了。42个人排桌排椅，上午4节课，下午实操课。讲什么呀？我没有这方面的知识。81年也没有更多的这个烹饪的书烹饪的资料没有，全是那些老师傅言传身教。我就读那个商业部原来出的那6本书。第1节课，真是我冒汗了。我背了9篇纸。我也想像人家领导人那些领导讲话似的，说2句。
再发挥一下，然后再看看哪儿再发挥一下，我怎么说我这9片纸能坚持半天儿，没想到是越讲越眼睛就花了，紧张了吧？紧张了，没东西啊。当时那个11月份嘛，我穿了一个毛衣，全湿透了，等下课的时候，我说下节课讲什么呀？干脆讲菜吧，9片纸上午就这一节课就讲完了。我觉得讲菜对我来讲更简单，可是呢，一讲起来坏了。我是前言不搭后语，比如讲一个狮子头，讲着讲着没准讲成这个油焖大虾了，就懵了，但是我最后坚持下来了，4节课我坚持下来了，这时候我才体验出，我说以前当老师有什么呀，不就耍嘴吗？好，这4节课我是一耍完嘴，上气不接下气，我觉得我特别亏气，下午开始实操了。我实操是我的拿手好戏啊，可是见了那么多人在那现场，我紧张，拿起那刀哆嗦，然后就故意拍这案板，哆嗦。下午3个菜啊，3个菜我也坚持下来了。通过上课，我发现我的缺陷不少，有好多知识需要去完善。有的学员说：“老师，这鱼蒸多长时间？”我那时候没有这方面的经验，也没有这方面的总结。我说过来，我再告诉你吧，说炖这个狮子头炖多长时间，我也不清楚，所以从那儿我就觉得这实操里边我的缺口太大了，回来应该还要进一步的好好学，所以我回来以后到饭店上班的时候，把我每天所工作的这些情况，都做一些记录，比如说今天蒸个鱼，炖个肉，炒个青菜，我都拿笔记。都记录。所以您记笔记就是源自于这儿，对吧？对，记完以后呢，我觉得对我是一个很大提高。等下一节呢，我就这位同学，上次你问我蒸鱼多长时间，我今天告诉你蒸10分钟，这个10分钟是我准确的，通过我的实践，我告诉你，那个同学炖肉，有一个红烧肉要炖2个小时，也是通过我实践总结出来的。对，这样呢，同学对我的那个印象也特别好，